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将于本周5至下周2在长春市举行。在周3的发布会上，空军发言人申进科大校展示了一张运油20、歼20、歼16的3机同框照，受到外界高度关注。这张照片的信息量极大，来看看分析。空军发言人申进科周3展示的这张照片显示，运油20在前，歼20和歼16分列在其后左右两侧。运油20它身后的2架战机之间，分别有一条空中加油专用的软管及喇叭罩。申进科大校同时表示，中国新一代空中加油机运油20已列装，并投入到练兵备战中。运油20作为中国新一代空中加油装备，近日振翅台海，将首次向社会公众展示。运油20与歼20、歼16、歼14等3型战机多次开展海上方向空中加油训练。运油20呢，服役时间呢有一段时间了，之前一段时间呢，它一直在进行演练。等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它已经给战机呢进行空中加油了，这是说明它在运用方面都已经是比较熟练了，已经是进行了实战化的演训了。随着运油20数量越来越多，大批的这个飞机啊都可以呢去进行空中加油。这就等于呢，把整个空军的航程和作战半径都给大幅延伸了，所以呢，它的意义呢就非常之大了。那在空中加油机的支援之下，理论上讲啊，那就中国空军的战机可以飞往全球各处了。从战略角度上来说，运油20的服役彻底改变目前中国空军加油机的规模。在运油20成批量装备后，中国空军一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空军。从技术难度上来说，空中加油与航母舰载机着舰、失速螺旋被称为飞行领域的3大高难科目。从地位上而言，空中加油机可与预警机、电子战机等相比肩。空中加油机是决定一国空中力量进行全空域、长航时、远距离奔袭作战的关键。一次空中加油可让远程轰炸机航程增加30%到50%，战斗机航程可增加40%到100%，运输机航程可增加80%到100%。如果进行多次空中加油，则航程可以增加到受油机保障资源和飞行员体力不能忍受的最大值。空中加油是公认的空中战斗力倍增器，增加作战半径、延长留空时间是一项重要的战略技术。但这项技术需要2架或多架飞机在数千米的高空、几百公里的时速下配合完成，犹如在针尖上跳芭蕾，又被称为长空之吻，需要高超的技术和长时间的训练。从这次空军发布的照片可以看出，加油机与受油机之间距离非常接近，前者产生的不规则气流对后者的飞行安全会产生较大影响，这就需要高超的编队飞行技巧。双机就位后，受油机要将受油探头准确插入喇叭形的锥套中的难度，犹如在狂风中穿针引线。而且在2到4分钟的加油过程中，双机必须姿态、速度保持一致，以避免滑脱或者磕碰。这次中国空军展示1拖2式加油，难度系数更高。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比较成熟并被广泛采用的空中加油技术主要有2种，一种是软管浮锚式加油方案，也就是运油20这次展示的方案，又称为软管加油，结构较为简单，拆装方便，可实现多机同时加油，是全球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方案。美军主要用硬管加油，虽然加油速度快，但一次只能给1架飞机加油，且需要1位专职的操作员。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有照片显示，运油20也安装了疑似硬管加油的设备，这意味着运油20的家族有望进一步扩大。分析认为，运油20将在长春首次与公众近距离接触，标志着中国空中加油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显示这一关键性的战略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展示了中国空军的高度自信。值得一提的是，成功开发出这一技术装备的国家仅有极少数几个国家，而这种战略技术不可能由外国引进，唯有独立自主研发。空中加油机的话，实际上，最大的难度还是平台，就是你得首先有这个飞机才行，然后呢才能谈得上改装。如果没有飞机的话，那根本是谈不上发展的空中加油机了。进行研发的时候，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加油吊舱。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加油套锥，再一个呢就是
里边的布置的这些油舱啊，所有这些呢都要能够呢自主去进行研发，因为呢没有人给你提供。这些呢就是中国呢都把这完全的自己解决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平台有平台，要吊舱有吊舱，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设计状态。大飞机的制造水平是研发加油机的基础，运油20就是运20的衍生机型。航空工业部门当年在轰6基础上推出轰油6，该机最大载油量为37吨，抛除自身所需的18.5吨燃油外，仅剩的18.5吨燃油仅够给歼16等重型战机加油一次，无法满足轰炸机、反潜巡逻机、大型运输机和特种任务飞机等大型飞机的加油需求。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曾从乌克兰引进3架伊尔78空中加油机，但从外国引进收之于人，过程并不顺利。日前，美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窜访台湾，引发台海局势高度紧张。国防部周4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校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期在中国台湾岛附近开展的一系列军事演训活动，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正义之举。美国需为台海局势紧张承担全部责任。而对于当前世界局势动荡不安，中国军队坚决贯彻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积极深化多边安全对话合作。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周3以视频方式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第19次会议，并发表讲话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本月初，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中方强烈反对，严厉谴责，坚决反制。中国的立场得到世界上1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普遍理解和支持，中方对此表示赞赏。但是近期，美日等国官员多次发声，对中国军队在台湾岛附近开展的军事演训活动进行无端指责。对此，在周4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谭克飞回应指出，有关国家的言论完全是颠倒黑白、甩锅推责。中方已多次表明了坚决反对的立场。当前台海局势的前因后果一清二楚，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期在中国台湾岛附近开展的一系列军事演训活动，公开透明、专业适度，是对挑衅者、搅局者的警示回击，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正义之举。美国作为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应当也必须为此承担全部责任。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立即采取措施纠正错误，而不是进一步加剧台海局势紧张。民进党当局近期也多次炒作抹黑演训为不负责任、挑衅，但与此同时，台军却不断开展重炮射击训练和无限高导弹试射，并进行反登陆操演。对此，谭克飞表示，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为了一己私利，不惜背弃民族大义，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这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的根源。我们近期组织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就是对台独分裂分子和外部势力干涉的震慑惩戒。搞台独只会将台湾推入灾难深渊，只会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如果执迷于挟洋自重、谋独挑衅，不悔改、不收手，我们将继续以行动说话，坚决予以反制。本周1至周3，日本自民党议员、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谷屋圭司也跟风窜访台湾。谭克飞强调指，日方附和美方涉台消极言行，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是极不负责任的。一段时间以来，日方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强化军力部署，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自身侵略历史，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抹黑，多做有利于增进与邻国互信、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去年9月，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开展核潜艇合作，公然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此，谭克飞指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加剧军备竞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美英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存约国和核武器国家，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核潜艇动力堆和武器级高浓油，是对条约
约目的和宗旨的公然践踏。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撤销开展核潜艇合作的决定，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捍卫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对日本等个别国家近来出现寻求与美核共享的声音，谭克飞警告有关国家停止鼓噪核共享。有关国家应切实履行条约义务和自身承诺，停止鼓噪核共享或其他形式的核威慑安排。任何在亚太地区复制核共享模式的企图，都将严重损害地区战略平衡与稳定，必将遭到本地区国家的坚决反对和反制。近日，中国远望5号船停靠斯里兰卡南部汉班托塔港进行正常补给，却遭到印度方面的无理阻挠。经过中方的积极交涉，最终远望5号停靠成功，彰显了中斯友好和斯里兰卡的独立自主。另据外媒报道称，美印将在靠近中印边境地区进行军演。对此，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大校表示，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之间的事，双方通过各层级保持着有效沟通。中方坚决反对第三方以任何形式插手介入中印边界问题。据外媒报道，美国和印度两国特种部队近期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举行为期20多天的联合作战演习。另据报道，美印两国军队拟于10月举行代号为“战争演习”的联合军演。报道称，军演地点靠近中印边境地区，将重点演练高原山地作战能力，针对中国的意图比较明显。对此，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大校表示，中方一贯强调，有关国家间的军事合作，尤其是演训活动，不应针对第三方，应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之间的事，双方通过各层级保持着有效沟通，并一致同意通过双边对话妥善处理有关事态。我们坚决反对第三方以任何形式插手介入中印边界问题。根据中印两国1993年和1996年签署的有关协定精神，双方不得在实控线附近地区开展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希望印方严格遵守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和有关协议协定，恪守通过双边渠道解决边界问题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据南华早报报道，有军事观察人士注意到，解放军新疆军区近日在高原地区试射了升级的防空导弹。央视发布的视频显示，新疆军区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演训场试射了新型地空导弹。在第一次试射中，导弹击中了低空飞跃的靶机。尽管在敌机强烈的电磁干扰下，防空系统仍在第二轮打击里射中目标。分析人士称，该导弹是车载的红旗17A 导弹，具备机动性高、命中精度高的优点。一名军事观察人士说，随着美印在中印边境争议区附近的联合军演逼近，新疆的试射在于展示威慑力。另据报道，本周一，中国远望5号测量船在斯里兰卡港口停靠补给1周后顺利离开。远望5号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3代航天远洋测量船。该船船长表示，这次出行主要执行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海上测控的任务。作为我国海上测控网中的主力，远望5号已经圆满完成了以神舟、嫦娥、北斗、天问为代表的海上测控任务。不过，这艘船上周停靠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却引起斯里兰卡北部邻国印度的高度关注。连日来，印度方面不断炒作施压，甚至诬称远望5号是间谍船，一度令该船延迟停靠。事实上，早在7月12日，斯方就已向远望5号停靠补给发放外交许可。随后，印媒指出，远望5号可用于太空和卫星追踪以及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印度政府认为该船可能从事所谓有损其安全利益的监控活动，因而向斯方提出抗议。7月底，印度外交部就远望5号停靠一事称，政府会仔细监测任何影响印度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事态发展，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以维护。对于上述阴谋论和不必要的猜测，斯里兰卡国防部发言人指出，一些船只定期往来于印度、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经过一番博弈，中国远望5号测量船还是顺利停靠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进行补给。停靠当天，斯里兰卡民众载歌载舞迎接中国朋友，船上还挂起“中斯友谊万岁”字样的横幅。印度的反应呢，就是典型的反映了印度这个一个霸主的这个心态和他对所谓势力范围的追求啊。就是现在呢，刚好逢上这个斯里兰卡的这个国内经济的这个状况啊，所以印度觉得斯里兰卡有求于他，所以现在就要求斯里兰卡要拒绝这个中国的船只到这个斯里兰卡补给。实际上呢，这个很强的意味就是要给这个斯里兰卡啊，给印度洋的这些小岛国立一个规矩啊，就是说这个印度洋啊是印度的洋，那大家呢还要听印度的啊，是这么一个想法。但是我想，这个斯里兰卡呢，还是顶住了印度的方面的压力啊。这是中斯关系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直接的这个证明。另一方面，印度正在扩大海上影响力。据印度媒体报道，由印度海军设计局设计、印度科钦造船厂建造的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已于近期交付印度海军。印媒同时猜测，为庆祝印度独立75周年，维克兰特号航母可能于本月底正式服役。维克兰特号航母满载排水量约4万吨，舰长262米，宽60米，最大航速28节。该航母号称约76%的部件为印度自行生产。在作战能力方面，维克兰特号采用典型俄式航母滑跃起飞、拦阻降落模式，可携带40架各式战机，包括俄制米格29K 舰载战斗机、卡31预警直升机、美制 MH-60R 多用途直升机和印度 ALH 北极星通用直升机。印度媒体声称，随着维克兰特号航母服役，印度将成为继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之后第6个能够建造大中型航母的国家。印度媒体称，维克兰特号航母服役后，印度将拥有双航母战斗群，整体海上能力和独立远洋作战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也有分析认为，维克兰特号目前仍是一个不完整的作战平台，月底服役实属匆忙，仍需18至20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全面投入使用。这意味着在此期间，维克兰特号将带着缺陷服役。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荣英。荣先生您好。近日，斯里兰卡顶住印度方面的压力，同意中国远望5号测量船停靠汉班托塔港进行补给。您觉得斯里兰卡为什么最终还是同意中国船只停靠呢？一段时间以来，围绕着中国那个远望5号的科考船，那么斯里兰卡呢面临了巨大的压力。那么主要这个压力呢来自于印度，还有呢西方的国际的舆论。那么最终呢，当然就是斯里兰卡呢。就是说顶住了印度和国际社会西方的那个压力同意中国的那个远望5号这个科考船停靠汉班托塔港进行正常的补给。我觉得呢，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根据自己的利益履行了就是说它正常的国际义务，特别是考虑到远望5号科考船是一个从事太空海洋探测的这么一个科学任务，是为人类和平利用和发展太空这个进行的科学实验，就说明呢，确确实实我们的正义还是战胜了任何那种抹黑我们的那个阴谋呢，最后呢终究被事实所击败我们那个科学的文明的和平的使命，最终还是战胜了那些猜疑和阴谋。当前中印关系面临不少新的挑战，而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印度政府选择沉默，迟迟没有对一个中国原则进行确认。您觉得在涉台问题上，印度政府持有怎样的心态？台湾问题呢是事关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个最重要的问题。那么中国跟世界上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那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台湾问题上的那个立场，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1971年，当时联合国讨论恢复
中国的那个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呢，印度也是投了赞成票的。这些呢，中国呢也都是记忆在心，也表示赞赏。那么至于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印度的那个无论从官方表态，还有一些媒体的那个舆论报道来说呢，对这个一个中国的那个政策这一个中国这4个字就是好像有点忌讳或者说有点那个有点保留。我们还是希望呢，印度呢能够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在这个事关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上呢，能够坚持奉行公正正确的立场，共同维护中印关系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础。周三，乌克兰独立日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向乌提供价值29亿8千万美元的武器和设备援助，这是俄乌冲突半年以来美方向乌方提供的最大笔单次军援。拜登上台以来，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3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拜登表示，新资金将用于防空系统、火炮等，以及用于对抗俄军的无人机的雷达和系统。美国副防长卡尔周三还特别说明，美方这笔新的军援针对的就是普京所谓西方国家不会长期参与的说法。美国安全援助正在转向长期行动。 This type of package does not presume any particular outcome of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So, for example, if the war continues for years, this package is relevant. If there is a ceasefire or a peace settlement, this package is still relevant.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军援计划还使用了美国国会拨款的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资金，也就是能让美国政府从军火企业采购武器，而不是从美国现有的武器库存中调用。美副防长卡尔也解释，这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确定合同，在某些情况下需要1年、2年或者3年才能抵达乌克兰。路透社指出，其速度取决于军火企业是否有已经在生产该武器的装配线，有多少产能，以及有需求时临时调整生产计划所需的时间。只要乌克兰战争打下去，那么美国的政策不发生转变，那么这种军事援助是可以持续的。每年100到200亿美元的对乌军事援助，对美国这么体量大的这个国家来说，不是一个大的问题。除了武器本身的先进程度以外，还涉及到乌克兰军人的技术和战术问题。那么这3个方面综合在一起，将会对乌克兰军队的这种自卫能力还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外界注意到，俄乌冲突以来，紧跟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就是英国。乌克兰独立日当天，英国首相约翰逊再次现身基辅见泽连斯基，泽连斯基还向约翰逊颁发了自由勋章。约翰逊称，英国将与乌克兰并肩作战，同时为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约翰逊办公室声明指，这项价值5400万英镑的援助将包括200架无人机和巡逻弹药，以使乌军能够更好地跟踪和打击俄军。This is not the time to advance some flimsy plan for negotiation with someone who is simply not interested. You can't negotiate with a bear while it's eating your leg. 这是约翰逊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第3次来到基辅，以示对乌声援。而目前他的首相任期还剩不到2周的时间。他主要是2个目的，一个是他个人的这种立场的再次的宣示，第二呢，他就希望引导这个下一届英国政府的对乌政策，希望下一届英国政府接替他首相职位的人能够继续对乌克兰予以支持。不过，欧洲国家的援乌力度却各不相同。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上周4发布的数据显示，欧洲人口最多的6个国家，也就是英、德、波、法、意、西整个7月间没有任何新援助，仅兑现了部分之前的援助承诺。6月新增的援助也远低于4月和5月的水平。观察指，俄乌局势持续焦灼，欧洲漫长的冬季在即，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各国此时正放缓援助的脚步。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国家正在面临武器装备库存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高通胀和能源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许多国家自顾不暇。实际上，即便是美国，民众对继续支援乌克兰的质疑之声也在显现。根据周3发布的易普所民意调查显示，37%的人对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和其他援助持怀疑态度，18%的人完全反对提供援助，28%的人目前没有表态。
这说明，在俄对乌发动特别军事行动6个月后，近30%的美国人不确定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乌克兰。现在有40%的美国人同意乌克兰问题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应该干涉的说法。相比之下，在4月份的调查中，此数据为31%。近期在台海局势震荡之际，民进党当局不仅多次抹黑解放军演训，还不断开展重炮射击训练和无限高导弹射击，并且进行反登陆操演。直播港澳台推出特别策划“台海风云录”，约访多位重磅嘉宾，探讨局势走向。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就表示，解放军演训显示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工具箱中有很多工具，但大陆仍然对岛内大多数台湾同胞展现出了最大的诚意和耐心。佩洛西悍然窜台，掀起台海新一轮紧张形势。解放军全要素实战化联合军事行动，迫紧合围台岛。前所未有的锁台军演，向台独势力传递出哪些警示信号？和96年台海危机相比，大陆增加了怎样的底气和定力？果断亮剑，中方多项反制措施如何对美台勾连实施精准打击？风雨欲来，两岸局势将如何演进？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对话多位两岸及国际人士，洞悉台海风云。周四，岛内2023年度总预算案获通过，整体防务预算达5863亿新台币，较今年增加716亿新台币，增长13.9%，创下历史新高。对于岛内防务预算增加一事，有岛内网友讽刺道：“就只会丢石头，可怜了纳税人的钱。”岛内网友丢石头的梗源于日前网络上流传的一张照片。据台媒报道，大陆军演期间，外界就曾传出有解放军无人机飞越金门、马祖上空。周三，网络传出一段高清视频，显示一架无人机飞越金门县列屿岗哨，台方2名军人的面孔清晰可见，其中1人持枪警戒，另1人手持相机。还有一段视频拍到台方2名驻军丢掷石头，试图驱赶无人机。洪秀柱在接受专访时说，因应这次解放军围台军事演训，台湾方面毫无反应，甚至连防空警报都没有。台湾跟大陆的军事力量已经完全不能够成对比，甚至可以说差距是非常大。洪秀柱指出，蔡英文其实是拿岛内百姓的安危在冒险。对于台湾的生存发展，我常常讲这4个字：我们台湾要如何生存发展？你有没有看到民进党为了我们2300万人的生存发展，提出一个具体的措施跟计划？没有，完全没有。他们有没有反省他们的作为？不但没有帮助台湾，反而害了台湾的年轻一代。我再强调，老一代逐渐凋零了，知道这段历史的都逐渐凋零的。那他们有没有反省他们的做法是错的？没有，他们只是他们眼里看到他们的选举啊，比台湾的安危来得重要。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每次到了选举就要抗中保台、卖芒果干呐，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最近一连串的作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的私利，完全为他们自己的私人的利益在着想啊。所以我能想到这一点，我觉得真是我们台湾的悲哀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本月初在柬埔寨金边召开记者会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中国只有一个，这就是台湾自古到今的现状。他说，如果孙中山先生地下有灵，他也会指着蔡英文的鼻子说他是不孝子孙。对此，洪秀柱就特别强调，不孝子孙甚至都算是抬举了。我不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王毅说这话，说他是不孝子孙呢，我觉得是抬举了蔡英文呢。蔡英文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怎么跟我们说？他说他读中国书，他是一个读中国书长大的中国人，我当然是中国人。一个读中国书长大的人，你去勾结外国势力，去分裂自己的国家，甚至在下一代的教科书里面，你完全去掉，把课纲全部都改掉。像这样的一个人，说他是不孝子孙，孙中山先生如果地下有灵骂他不孝子孙，那还是抬举他啦。他岂止是不孝子孙，他是数典忘祖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是非常痛心的。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本月10日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这也是大陆发布的第3份台湾问题白皮书。洪秀柱指出，大陆惩戒台独工具箱里面有许多选择，这次的军演就是针对台独的一次教训。尽管民进党当局一再激化两岸局势，但从《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可以看出，大陆仍然对岛内绝大多数同胞展现出了最大限度的诚意和耐心。台湾的问题对你们而言其实很难解的，因为我们是同胞兄弟，打不得，骂也不好常常骂。你对我好是统战，你对我不好是你在欺负我。台湾是不是就像这样一个状况？这叫轻不得也，重不得也。其实老百姓已经也知道，从这次的军事演习可以知道说，台湾跟大陆的一个军事力量是已经完全不能够成对比了，而是差距非常大的。所以其实大陆为什么展现这么大的诚意，愿意用更多的耐心来希望做和平的统一，除非迫不得已，他不用武力来对付我们。作为资深的国民党党员、岛内政坛元老级人物，洪秀柱亲眼见证了两岸的实力变化，也深刻地认知到经济繁荣对于同胞的吸引力。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的 GDP 一度逼近大陆的1/2，但近30年过去，到了今年上半年，台湾地区的 GDP 仅有大陆的4.46%。我刚才特别强，年轻人低薪，各行各业萧条，尤其疫情来了，年轻人看不到他的前途，看不到希望，让我们的民众就业没办法就业，跑到柬埔寨去做台劳，还被人家割器官，被人家这个糟蹋。你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大陆呢是逐渐在往上爬，逐渐在上升，它会产生一个磁吸的效应。所以有的时候我到大陆去跟大学生演讲，我都说希望你们好好认真读书啊！你们认真读书，让这个大陆越强大、越强盛，越让人家看得起，你会产生一个更强大的磁吸效应，让台湾的年轻人觉得说，那是我的舞台，那也是我们共同所拥有的土地，那个地方是我可以发展长才的一个好地方，你就会发生磁吸效应，会让台湾的年轻一代台湾人会心向大陆。民进党上台以来，拒不承认9·2共识，甚至不遗余力对其进行抹黑歪曲，这也是导致两岸局势越发严峻的根本原因。对此，洪秀柱强调，国民党应该充分认识到9·2共识的重要意义。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自己本党的同志真的要认清楚什么是9·2共识，要非常认得清楚。我们必须晓得，它不是台湾，不是美国，它不是台湾国民党，它不是美国国民党，我们不是美国的附庸，它是中国国民党。所以中国国民党不但是要以我们现在在台湾以台湾人民的福祉为念，我们更应该以促进这个民族复兴，而且是要发扬中华文化为己任。如果我们能够朝这个方向去做的话，我相信我们的未来是有无限希望的。我们不能做别人的附庸，也不能做绿色的跟屁虫。